同学们好，这次课我们开始讲固相反应。固相反应是无机固体材料高温过程中一个普遍存在的物理化学现象，是传统硅酸盐材料各种新型无机材料生产中所涉及到的基本过程之一。首先，我们对固体反应进行概述性介绍。先看固相反应的定义。广义的讲，凡是有固体参加的化学反应都可以称为固相反应。例如我们了解的固体热分解、氧化以及固体与固体、固体与液体之间的化学反应都属于固相反应范畴之内。而狭义上，固相反应常指固体与固体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新的固体产物的过程，例如碳酸钠和二氧化硅之间的反应。下面我们对比一下固相反应和液相反应的区别。液相中的质点扩散快，相互间反应也快，均相中反应，室温下也能发生反应。但固体质点间有很大的作用力，反应活性低，速度慢。固相反应是发生在分界面上，属于非均相反应。如果是粒状物料，颗粒间的接触点或面先进行反应，随后反应物通过产物层进行扩散迁移，反应物间继续接触才能使反应得以继续。因此，固相反应一般包括了相界面上的化学反应和物质迁移两个过程。固相反应一般在高温下反应，传热和传输过程都对反应速度有影响。通过上述和液相反应的对比，我们分析一下固相反应的特点。固相反应属于非均相反应，固相间相互接触是发生化学作用和物质输送的先决条件。固相反应开始温度常远低于反应物的熔点或系统内低供熔点温度。当反应物内部开始呈现明显扩散作用时，固相反应即开始。这时的温度称为碳慢温度或烧结开始温度。另外，当反应物之一有进行转变时，进行转变温度通常是反应开始明显的温度。这一特点也叫海德华定律。我们将在影响固相反应的因素时给大家做一详细分析。下面我们讲固相反应的步骤。首先 ，A、B 两反应物在界面上进行化学反应，生成产物 C。随着反应进行，产物层不断增厚 ，A 和 B 通过在产物层扩散后相互接触，继续发生化学反应。当然，这个过程是简化的固相反应过程，还可能包含其他一些简单的物理化学过程，如结晶、熔、升华等。固相反应可根据反应物质的聚集状态、反应的性质或反应进行的机理进行分类。按反应物质状态可分为纯固相反应，即反应物和生成物都是固相，没有液相和气体参加；还可分为有液相参与的反应，液相可来自反应物的融化，反应物与反应物生成的低共熔物；还可以分为有气体参与的反应，例如反应物升华或分解都可能出现气体。实际的固相反应通常是3种形式的各种组合，还可以根据反应的性质划分，这个比较简单。我们这章要理解的是按照反应机理划分为扩散控制过程、化学反应速率控制，当然还有晶核成核速率控制过程、升华控制等等。为什么这么分？我们下个知识点再给大家详细说明。这次课我们讲了固相反应的定义和液相反应的区别、特点以及分类。同学们，下次课再见。